欢迎收听，今天我们来聊点有意思的，关于法治。一般我们都觉得这是个挺正面的词儿，对吧？哎，对，通常是这么认为的。但咱们今天要看的一些材料啊，就揭示了他，在大英帝国殖民那段历史里扮演了一个挺复杂，甚至有点，让人不太舒服的角色。是，它既是工具，也是武器。没错，它既被用来压迫，后来又被拿来反抗。咱们就来好好看看这些材料是怎么说的。你看哈，材料里说，殖民者当年呢特别爱说是他们带来了文明，对，一种自我标榜。还说带来了法治。比如那个英国官员卢吉就说给非洲带去了法治与秩序，听着好像挺好。像是送了份大礼，但实际上呢？是啊，这真的是恩赐吗？实际情况，复杂多了。他们那种我们比你高级的心态，甚至搞出来一个叫无人之体的概念。无人之地 Terra Nullius。 对，意思就是这地方啊，要么没人，要么住的不算人，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占了。哇，澳大利亚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，完全不管原住民已经在那儿生活了多久，有什么自己的社会规则，就当人家不存在。还有就是那个1885年的柏林会议更直接，几个欧洲国家坐下来开个会，就把非洲给封了。就这么在地图上画几笔。对，根本没非洲什么事，也没人问他们的意见。所以在一些地方他们就是简单粗暴的无视，但材料也提到，像在印度这种文明历史比较悠久的地方，他们好像又换了套玩法。是的，在印度手法就显得更精巧一些，或者说更隐蔽。怎么讲？他们表面上好像说，行，你们本地有些法律我们认，但实际上呢，实际上是用西方的法律标准去解释、去改造这些本地法律，把他们的作用范围啊限制在像什么家庭啊、继承啊这些所谓的私人领域。哦，就是管管家务事可以。对，但真正重要的，比如公共秩序、商业、刑法这些，那必须得是殖民者的法律说了算。这就让人得问了，他这个法治到底是在为谁服务？这不就双重中标准吗？这就涉及到他们嘴里的法治究竟是什么。材料里提到那个英国法学家戴雪，戴雪提出过法治3原则。对，比如法律至上啊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，听起来很理想。是啊，听着没毛病。但批评者就指出来了，这套理论完全是基于英国自己的情况总结的，有点怎么说呢，太英国中心了，没考虑到其他地方的实际情况。对，完全忽视了其他文化和社会本身的法律传统。而且就算只看理论，内部也有争议，就是说法治到底是只看程序对不对，不管内容好不好，这叫刑事法治，还是要看这个法律本身是不是保护人权，是不是体现了正义，这叫实质法治。那殖民者肯定喜欢前面那个吧？那当然了，程序上走一遍，内容是不是公平那就不重要了。用程序正义来包装实质的不平等。材料里有个观点特别犀利，是印度学者查特吉说的。查特吉，他认为殖民法律它最根本的目的，其实就是为了制造和维持一种殖民差异。没错，殖民差异就是统治者和拜统治者之间必须有明确的等级，法律就是用来干这个的。对，这个观点我觉得非常深刻，而且你看那些具体的例子简直了。说来听听。比如南非当时用法律来打压亚洲商人，理由是什么呢？理由之一居然是担心白人女性跟他们接触多了会降低白人身份。这也太……还有印度1883年的伊尔波特法案，本来只是想让印度的法官也能审理有白人牵扯在内的案子。这听起来挺合理的呀。合理，当时的白人可不这么想，他们激烈反对，闹得很大，最后这个法案基本被废了，大打折扣。就因为不想让印度法官审他嘛。对，还有更赤裸裸的，像巴巴多斯1688年就搞了个治理黑奴法案，对，直接在法律里写明黑奴是野蛮危险的种姓，根本不配享有法律权利，还设了专门的奴隶法庭，搞什么身分罪，就是你身为奴隶本身就是一种罪过，任何反抗都是死罪。
把歧视和压迫直接写进法律，还叫法治。这就是当时的情况。材料里还揭露了刑罚上面也是完全两套标准。非常明显。非白人要是伤害了白人，那就是重罪，往死里判。但反过来，白人打了，比如说本地劳工，可能就轻描淡写，甚至被认为是行使管教权。对，就好像是老师管学生一样，这太扭曲了。还有更离谱的，1844年有个官员公开说，判刑的时候啊，因为印度人习惯了那种又热又挤的牢房，而英国人受不了这种环境，所以判给白人的刑期应该短一点。这都行？这什么逻辑啊？简直是荒谬！他们还从制度上卡你。怎么卡？比如在坦噶涅卡，就是现在的坦桑尼亚部分地区，你想当律师可以，但你必须有英国的法律学位，这门槛可不低呀。对，但同时呢，他们又用各种方法阻点非洲人获得去英国学习法律的奖学金，一边设高门槛，一边又不让你够到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样一来，本地人，特别是精英，就很难进入这个法律体系内部，更别说去质疑和改变它了。系统性地把你排除在外。没错。但最有意思的地方来了，这故事讲到这儿，好像殖民者的法治把一切都安排得明明白白、牢不可破。可是材料后面提到，后来的反殖民运动，那些领袖人物，像印度的甘地，还有尼赫鲁，对，他们都是学法律出身的。他们反抗殖民统治的时候，你猜他们用了什么武器？就是法治本身。没错，他们开始用殖民者天天挂在嘴边的法治原则，来反过来指责殖民政府。对，说你们自己才是不遵守法律，你们搞的才是无法无天。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。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策略，可以说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。他们利用殖民者自己宣扬的那套法治话语，来争取自己权利的正当性，同时也就揭露了殖民统治的虚伪性。正是如此，这也恰恰说明了法治这个概念本身，它不是铁板一块，它是有多面性的。能被用来干坏事儿，也能被用来做好事儿。可以这么理解，它可以是压迫的工具，也可以是反抗的旗帜。那么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，从这些材料里我们能得到点什么呢？感觉法治这个词儿它听起来那么好，那么中性，但一旦放到具体的历史里面，放到权力关系里面，它就可能变味儿。对，它可能被权力利用，被扭曲，变成制造不平等的工具。但同时，它里面包含的那种对公平、对权力的向往，又让它拥有力量，能够被用来挑战压迫、争取自由。确实是这样，这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下现在。你看，现在国际社会，特别是在发展援助领域，法治建设是个热词，每年大笔的钱投进去。对，都说要帮别的国家建立法治，那我们是不是也得稍微警惕一点？就是说，这种法治输出，在某些情况下，会不会也可能变成一种新的控制方式，一种新殖民的马甲？这个担心不是没有道理。当然，也可能它依然能够像历史上那样，成为挑战不公正权力结构的一个有效途径，这个很难说。所以这些材料最后其实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，也想让你一起思考一下。你觉得法治这个东西，它到底是一种普世价值，就是放哪都适用的真理呢？还是说它更像是一种话语策略，一个工具？它的具体意思好与坏，取决于到底是谁在用它，为什么要用它？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每个人好好想一想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探讨就先到这里。